欢迎回到壁画太多助眠故事。今晚我们要走进一段古老又诡异的谜案，一起回到1000年之前的西域边陲，看一幅画，找一个人，听一个从未被记入正史的故事。先别急着闭眼，我们先把地图摊开，你打开中国最西边的那一角，没错，是新疆。再往南瞅一点，就会看到一大片一望无际的沙色，那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光听名字就有点吓人，汉语意思是进得去，出不来。它可是全亚洲最大的流动沙漠，风一刮，一座城都能给你埋掉。但就在这片黄沙北缘，有一座干裂山崖，一条全年只偶尔流水的古老河谷，叫木扎特河。在那断崖里藏着一座石头板的图书馆——克孜尔千佛洞。克孜尔千佛洞又称克孜尔石窟或赫瑟尔石窟，是中国佛教石窟。1961年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位于新疆拜城县克孜尔镇东南7000米塔格山的悬崖上，南面是木扎特河河谷。现存编号石窟共有236窟，大部分塑像都已被毁，还有81窟存有精美壁画，为古代龟兹国的文化遗存。一部分的壁画被考古队盗运往欧洲，如德国的柏林民族博物馆。因加固克孜尔石窟掩体及修缮工程的需要，于1989年清理出10个被沙土掩埋的洞窟，1990年又清理出23个洞窟，现总共有编号洞窟269个，尚有一批未编号洞窟和埋藏于地下的洞窟，洞窟总数近400个。克孜尔石窟是龟兹石窟中规模最大、保存壁画面积最多的一处石窟群，是龟兹石窟的典型代表。2014年，克孜尔石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别看这个地方荒，公元5世纪到7世纪这里热闹得很，是西域佛教最辉煌的一站，属于当时鼎鼎大名的龟兹国。从印度来的僧人、中原派来的画师、波斯商队、粟特胡商，还有流亡王族，全在这条丝绸之路上擦肩。而克孜尔就像一个美术馆、庙宇和时空胶囊的结合体，几百个石窟，1万多平方米的壁画，一笔一划，画的都是极乐世界，但有时候画的也是人间的秘密。今晚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克孜尔千佛洞里有一幅壁画，色彩绚烂，构图惊人，却没有落款。而他的主笔画工在画完最后一笔前页突然消失，消失得干干净净，没有目击，没有告别，甚至连一粒脚印都没留下。他的名字后来被从工匠名册中划去，像从没存在过一样，但那幅画还在看着你。在你准备放松之前，先点个赞，点一下订阅吧。更需要你送出 Hype 积分来支持我的创作，感谢你每晚的陪伴。老惯例，留言区告诉我你来自哪个城市和此刻的时间，让我们相约一起出发。现在请把灯调暗，干脆直接关掉，一起进入今晚的故事。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风总是夜里最冷最干净，风吹过克孜尔山下那一道道人工凿出的石壁时，会发出轻微的呼啸声，像谁在洞里低声讲着秘密。公元6世纪末，一个叫皮耶梭的年轻画工走进了这片石窟。他只是众多工匠中的一个，拿着朝廷的工料，领着僧人指派的任务，一笔一划地在洞壁上勾画佛国净土。他的画风细腻灵动，线条如风，颜色如霞。很多人说他画中的菩萨眼神好像活着，但没人知道他眼中藏着什么。他刚来时并不显眼，一开始只是给别人打杂磨颜料，
后来慢慢的，他的真本事被发现，他画人物能抓住神情，能在一尊佛像的眼角加上一点光，让整幅画突然活了。于是他被提上了主画师的位置，带领一组年轻学徒负责洞窟东南角的壁画。这一区是为王族祈福所设，只有最好的工匠才能负责。某个寒冷的夜晚，工期将近，洞外杀风如刀。照理说这晚他应该在洞里加班赶工，但当清晨第一缕阳光照进洞口时，皮耶梭消失了，无声无息，像从来没来过。工具箱摆得整整齐齐，笔架还挂着昨日洗净未干的狼毫，画作剩下一角未完，正是那尊佛祖左手的指尖，那一笔至今没人敢补上。没有血迹，没有挣扎，没有脚印，连衣物和包袱都还在。整个洞窟静悄悄的，像他只是从壁画里走了进去，再没出来。僧人们起初并未惊慌，以为他只是提前返乡。可1天、2天、1周过去，依然无人知他踪迹。有年轻学徒偷偷说，他在失踪前2晚一直在画中藏字。有人在那幅壁画的莲花台座底部发现一串极小的梵文字迹，写着“若我不还，问山石”。那不是标准佛经用语，而更像是一种个人心语。这让人怀疑他是否早已预料了什么，甚至提前告别。有人猜是逃走了，有人说是被人灭口，还有人坚称他被佛像收进了画里。最早发出警觉的是一位负责监督壁画验收的老僧，他在审查未完壁画时皱着眉说：“此画太真，不像佛像，像人。”他指的是佛像的面容，五官清晰，带情感，与常见的平淡佛容不同。后来那位老僧再也没来，只传出他病重闭关。更奇怪的是，这幅未完壁画的题记部分本应有作者署名与开工日期，可上头只写了“归无所归者”，字写的歪斜潦草，像是临走匆忙写下来的。此事引发工匠群体私下议论，他们说，自从画那幅佛像起，毗耶梭常在夜里不睡，一个人提着油灯去洞里看画，回来时满脸苍白。有一次，他对好友，也是他的学徒说：“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是不是只是画给某个人看？”这句话后来被反复提起，却没人明白他到底在说什么。朝廷派来调查的文士走马观花，说工匠失踪事小，不耽误佛事为重。于是壁画停了1月，接着由另一位工匠匆匆完工。可是那尊佛像的左手始终不敢画完，后来就那样留白至今。而从那以后，这个洞穴被当地称作断笔窟，说是画师被带走，留下遗憾，不可忘补。每到冬季夜里，总有巡守人说，看见洞口有灯光一闪再灭，如画师还在里头作画，而壁画上的佛像在月光映照下，眼睛似乎还在看着谁。多年后，有人翻出一卷古账册，在上面记载的那批工匠中，毗耶梭的名字后面被划了2道红笔，不是王，不是陶，是无，意为无从记载。这比失踪更彻底，是被系统性的从名册中抹去，仿佛从未存在。是谁要如此彻底抹去它？是为了掩盖他的失踪，还是为了隐藏他发现的真相？那幅未完壁画究竟记录了什么？又为什么从那一夜起，没人再画出那种眼神了？在千佛洞的众多壁画中，这一幅被单独圈起，不开放临摹，也不允许拓印，说是为保护色彩。但真正让人避而远之的，也许是因为没人想面对那双画中的眼，那双眼似乎知道你在想什么。
克孜尔千佛洞并非从一开始就如此宏大，它最初只是几个在山岩中开凿的小洞窟，由行脚僧人和过路商人临时歇脚或礼佛所用，毫不起眼。但随着西域诸国归附，丝路畅通，这片被称为龟兹的绿洲小国忽然热闹起来，成了东西文化的十字路口。佛教、祆教、摩尼教、波斯商队、印度僧侣、汉地官吏全来了。克孜尔山像是一个天然剧场，而那些石窟成了人们倾注信仰、野心、艺术甚至权力的画布。建造石窟的第一批工匠多是本地人，粗犷用力，颜色单一。但很快，随着国力上升，王族出资，朝廷也派来佛工局的专人负责壁画工程。壁画不是随意涂鸦，而是一步一审，从线稿到上色，都要依照经典佛经中的佛国构图来做。也就是说，每一尊佛、每一位菩萨，甚至每片云纹、每朵莲花，都有规定尺寸、比例、颜色，稍有差池便视为不敬。这时候，工匠便不只是画工，而是匠中僧，身份尴尬，一方面被寺院当作工具人，一方面又承担信仰的呈现任务。他们吃住简陋，日夜作画，最惨的是无法署名。按照规定，佛画出自佛心，不可自夸，署名被视为私心太重。但实际情况是，主画师会偷偷留下暗记，比如在某朵花瓣的经脉上勾一点极细的转折线，那就是他们的名字。洞窟分级明确，最上层的中央洞窟用于皇室供奉，壁画讲究铺金压彩，全景叙事。最低一层则是普通百姓和巡礼僧的简易佛龛。而工匠们最怕接到的任务不是这些大项目，而是那些秘密壁画。他们通常没有公开用途，只对指定对象开放，由贵族或高僧亲自选题，题材也不完全按佛经走。有一次，有工匠被要求画一尊菩萨降魔图，但图中魔像竟长得像城中一位流放的大臣。工匠不敢问，只能按图施工。画完3日，那位大臣突然暴毙。工匠之间流传一句话：画错神像不下地狱，画对人形才丢命。这句话听起来像玩笑，但人人都信。于是他们学会不问题材，不问用途，只求照稿完成，不留痕迹。克孜尔洞建造全盛时，最多同时开凿30多个窟，每日耗费的人力、颜料、金箔、麻纸数以千计。朝廷设有佛画监，监工的是汉地官吏，负责的是龟兹僧人，执行的是混血工匠，语言都不统一。有人画了一天佛，晚上还得去找翻译来确认这尊佛到底是阿弥陀佛还是文殊菩萨。但也正因混杂，克孜尔壁画变得极其多元。有的佛像双眼细长，五官柔和，像汉人；有的鼻梁高挺，面容深邃，明显受波斯影响；还有一些肢体比例异样，线条流畅，一看便知是希腊风格。久而久之，这些壁画本身就像一部没有文字的文化通史。皮耶梭进入这个庞大的系统时，克孜尔已进入第3波建造高潮。他从小习画，师从一位敦煌来的老画工，自带汉地画风。但他与其他人不同，他好奇。他问每幅画为什么要这么画。他研究佛经中对极乐世界描述与现实构图的差异。他甚至偷偷画过一幅完全按照自己想象构图的自在佛。虽然那幅画从未公开，但据说曾被一位王子看到后大为震惊，赏他银10两。那幅画成为他之后风格的转折点。那时候，整个石窟的工期都非常紧张，
因为国王许诺在佛诞节当天要举办大祈福礼，而千佛洞就是主场，壁画必须按时完工。于是工匠们日夜赶工，常有工人累倒。为了节省时间，一些壁画开始使用投影刻线法，即先用透光纸画好图样，然后投影到墙上刻痕，再统一上色。这种方式效率高，却让一些工匠觉得画魂被偷走了。皮耶梭曾说，那不叫画，那是抄。他逐渐与主工艺流程格格不入，别人赶工，他慢磨；别人照本宣科，他自由想象。有人说他画疯了，也有人说他画到了，但他本人始终沉默。有传言说，他其实正被秘密指派另一个任务，为王室私修的密教窟画壁画，而那间密教窟从未对外开放。关于那个密教窟有太多版本，有的说它通向山腹深处，只在特定时辰光照能照进洞眼才可一览其景；有的说它根本是虚构，只存在于某段藏经图录中。唯一能确认的是，皮耶梭曾多次进入一间未公开编号的洞室，且时间多集中在深夜。更诡异的是，有一次他在洞外晒颜料时，被一僧人责问：“你竟敢用金黄？这色彩只有王家供奉佛像才能使用，一般工匠不得善用。”他没有辩解，只说：“佛有千面，我只画其一。”这个回答被传为异端。后来他画的壁画中有几尊佛面带微笑，有人说那不是笑，是讥讽；也有人在他的画里看到凡人气息太浓，佛像中有生气，有愁容，甚至像在低语。但也正是这些意象，让他的画吸引了许多年轻工匠跟随。于是主监工开始关注他。有天夜里，有人听见他和监工在洞外争执，内容不明，但后来他便被转调回普通洞窟，不再负责主画。最后的那幅画，他一个人完成了大部分，题材是一幅释迦化身图，画中佛祖分身千体，降生百地，每一个化身都有不同的服饰、肤色、神情，看似是佛法无边，但更像是他对这世界复杂的回应。壁画完工前3夜，他神情异常，学徒见他夜里拿小刀在颜料盒上刻字，不让人看。有工人在洗笔池里捞到一张染过色的纸，上写：“若归空无，我亦随空。”但没人敢深问。3天后，他失踪了，而他留下的那幅画，也成了千佛洞最被议论，也最不被允许临摹的一幅。一切都从那份契约开始，在克孜尔千佛洞浩大工程背后，是一份份薄薄的工匠气质。对于普通工匠来说，那只是一纸饭碗，但对皮耶梭而言，那纸契约却像是把刀，不但划破了他的命运，也撕开了壁画下隐藏的深层意图。工匠契约由龟兹王府制定，由4方执行，上面明确写明工匠身份、来源、技能等级、分配洞窟、报酬、工期与违约条款。看似清楚，但几乎没有一个签下去的人能真正理解这份契约中的细节。以神圣佛事为名，报酬永远微薄；以敬佛至上为由，工期从不宽松。一旦签字，便如囚徒被锁进那片石山与石壁之间。更隐晦的一条规定是，若工程中途脱离者，视为弃佛，不得超度。这句让不少工匠心中发毛，但又不敢质疑，因为佛事本身便大于一切。皮耶梭之所以签下契纸，是因为他的师傅在那之前忽然失踪了，只留下一卷未完成的佛像草图。那年他年仅19，跪在克孜尔洞口签下自己的名字，只为有机会继续师傅的笔锋，把那幅未完佛像完成。可是他没料到，
这份契约背后藏着的，并不是对艺术的尊重，而是一场对信仰的操控。壁画工程并非一片净土，牵涉到权力、金钱与名声。每一幅画背后都有出资者，或是王族，或是富商，或是远道而来的信徒。这些出资人有权挑选图题，指定主画工，甚至干涉构图风格。那些浮在画面之上的菩萨与罗汉，其实不过是某个贵人内心愿望的投射。一位狮子的贵妇要求画观音送子，一位老僧指定地藏开路，据说是为自己预定未来的明路，而工匠只是执行这些愿望的手。皮耶梭原以为自己能坚持纯粹的绘佛之心，可现实很快给了他一记重击。有一次，他在一幅菩萨画圆图中照真实模样画下了一位王孙的面容。那王孙曾偷偷到寺中布施，画面中他衣着素净，面带羞涩，正好对着菩萨低首。谁知画完成第3日，那位王孙的亲族怒气冲冲闯进洞窟，指责画中之人行似王室，要求立即重绘。主监工脸色惨白，只对皮耶梭低声说了一句：“你以为这画是画给佛看的吗？这画是画给权力看的。”那一刻他才明白，所谓契约不过是工匠被钉在墙上的一根钉子。他开始变得沉默，不再参与工坊中的闲谈，也很少回应上级的指示。他在夜里一个人描稿、调色、研墨，像是与整个洞窟为敌。他开始偷偷记录每位出资者的要求，并在底稿中悄悄做下记号。他画的佛，眼神开始带有微妙情绪，悲悯中透着洞察，安详中藏着挣扎。这些变化没有逃过监工的眼睛。某日傍晚，寺内传来密令，将皮耶梭调离主窟，转去边缘洞室绘制背景图。表面上是技术轮换，实际上是降职打压。而在工匠间，这种调离几乎等同于废弃。边洞多为无名供奉，湿气重，光线差，泥土未固，极易损化。他带着卷轴搬去那处边洞，半月无声。但有一日，一位年轻工匠偷偷去找他学习，回来时神色惊讶，说他正在画一幅全是空白佛像的图，说每尊佛只有心才会显形。那幅画从未被收入正式壁画系统，但消息还是传到了四方耳中。他再次被约谈，这次由王府派人前来。当时的龟兹王子亲自问他：“你画的是佛还是你自己？”他只回了一句：“佛在心中，行只是戒。”这句话被视为傲慢。第二天，他的契约被重签，附加一条新条款：任何自行创作需报审，未经允许不得传播。同时，他被重新拉回主窟，负责即将完工的释迦化身图收尾工程。很多人以为他被宽宥了，实则是最后的监视。那是一幅重工巨作，共绘佛祖千身百相，每一尊佛象征一种众生的心愿。这幅画曾因构图庞杂而一度延期，如今交给他是考验，也是陷阱。皮耶梭接受了，他开始日夜作画，每日只吃一顿饭，只睡2个时辰。他将每一尊化身佛赋予不同的神情，有慈悲的，有疑惑的，有愤怒的，甚至还有双眼微闭、唇角微抿的那种沉思者。监工看后曾私下惊叹，他在画佛也是画人。但没有人阻止他，或许他们也想看看他究竟能画出什么。就在画完最后一尊化身佛的前夜，他一个人走入洞中，站在壁画前许久未出声。他随身携带的小刀未带走，他常用的墨盒放在佛脚旁，那是他最后一次被人看到。第二天早上，工人们发现他消失了，画却完整无缺。
契约上最后一页本应由他亲笔签署完工二字，但那处却只有一个小印，印章模糊，看不出文字。再后来，有人发现契约卷尾多了一句手写字迹：愿以画度人，若不得度，便沉。那纸契约至今收藏在龟兹王府旧藏中，但不再对外展示，因为那句字迹被视为不吉之语，可没人敢删。或许他们也知道，那不仅是一纸契约的终点，也是一个信仰者自我告别的笔记。在那之后，千佛洞继续有新画出现，也有新人加入，可再没人敢在画中加入个性，更无人在壁画下落款，像是整个工匠群体在那一夜之后被剪断了声音。契约还在，但没人再提起那个被无声取消的名字，就像石窟永远沉默，而壁画永远不会回答。如果不是那幅画太过出色，或许没人会注意到它真的消失了。就是那幅未署名的佛像壁画，像是给这个谜案点了一根蜡烛，光不大，但晃动的让人心里发颤。皮耶梭留下的最后一幅作品被后世称为千眼佛。画面中央是一尊巨大的佛像，面容安详，双手交叠于胸前，背后却生出无数手臂，每一只手掌中央都画着一只眼睛，张开注视，仿佛整幅画在盯着看他的人。这幅画与克孜尔现有任何一幅风格都不同，它线条柔和但不软弱，色彩斑斓却不浮夸。佛像的眼睛不像以往那样望向虚空，而是低垂着，像是在审视众生，又像是在悼念什么。细看之下，你会发现佛像的唇线轻轻弯起，但那弯不是笑，是一种疲倦的安慰，好像早知道了结局，只是还愿意陪你走一段。壁画中最引人注意的是那1000只手，每只手掌心的眼睛都不同，有的闭着，有的含泪，有的怒目而视，有的空洞。画得极细，哪怕现在用放大镜去看，也能在那1000只眼中看到1000种情绪。有人说那是他画下的众生相，也有人说那是1000个未说出口的故事，而佛只是听众。这幅画完成后第2天，皮耶梭便不见了踪影。最早发现的是他的学徒。那天清晨，他们本应一同上山复检壁画的色彩持久度，却怎么也敲不开他的屋门。门内空无一人，床铺未动，笔墨整齐收起，连桌上的灰都没扰乱。唯一不同的是，墙角那卷旧草图是他刚进洞时临摹的一张9色鹿图，那鹿的眼睛被重新描了一遍，画得极真，像是刚刚凝望过谁。学徒以为他外出采色，可等了一整天也不见人。主监工知道后，第一反应是沉默，而非追查。他说，若他是去而复返，便等；若他已无意归来，再找也是空。就这样，一整天过去，消息传开，但没人敢宣扬。直到第3天，出资方入洞检查工程时，看到那幅千眼佛未留题记，才引发真正的慌乱。按惯例，壁画完工后，须由主画工题写发愿人名、落款人名及画工等级，这是工匠领取尾款与4方归档的凭证。但这幅画下方空空如也，只有一小朵莲花，颜色比画面其他部分更淡，像是最后才匆忙加上的。有人蹲在画前仔细看，才发现那莲花中竟藏着一串极小的篆文，只写着3个字：我已归。这3个字成了众人猜测的起点。这个归又是什么意思？是归去、归隐，还是归无？有人说这是他遁入空门、隐于山林的声明，也有人说这代表他完成了心愿，不再留恋尘世。但也有人悄声说他是被带走的，因为就在那天夜里，
有人看见山脚下有2匹陌生的马披着罩围，一身黑装，有僧人模样，却未登记入山。那2个身影在深夜出现在工坊门前，片刻后又原路离去，没人看清他们的面貌。有人说那是密宗使者，也有人猜是王府密探来接他去完成更隐秘的话，但谁也说不清他们是否真的带走了他，还是只是风中影子一晃。那幅千眼佛原计划要设为主窟正殿壁画，但因无题记无法归档，最后被降级放置在偏殿供奉。数十年后，有僧人重修该殿时，发现那幅画的颜色竟未退1分，反而愈发鲜亮。更奇的是，每次修补都无法还原那手中之眼的神采。修补者一度用全新颜料复绘眼睛，结果画面暗淡无神，远不及原作。更有人在静夜参禅时，坐在画前，竟有一种被注视的感觉，仿佛那画中的眼睛不是静止的，而在缓慢地移动，捕捉你的念头。一位老僧留下的笔记里写着：此画非画，是镜观之，即现其心，不忍多观。于是这幅画被秘密封存，只留下部分临摹样本供研究，原作仍在原地，却设下帘布，只在佛诞日才揭开。揭幕仪式时，每次都有信众忍不住落泪，却说不清为何，只觉得像看见了自己。而这一切都指向同一个问题：为什么这幅画如此不同？它描绘的佛像并非传统经文中出现的释迦、弥勒或观音，而更像是一个集合体，众生百态的反射。每一个眼神都像某个人的瞬间表情，每只手掌似乎都握着不同的愿望。有一个更惊人的发现，是在皮耶梭消失10年后才被人注意到的。某位年轻僧人在修缮过程中，无意中在画中佛像左上角的一只手掌内发现了极淡的影子，像是某种图腾。后来放大后确认，那是一枚极小的指纹型印记。而这种指纹图印恰好与秋瓷某支影印派佛门印记体系相合。此派主张无声留痕，即不提名不落款，但以身体印记作为唯一身份象征。如果这个发现属实，那么意味着这幅画确实是皮耶梭签了名的，只是他没用笔，而是用指尖，用一种几乎没人看得见的方式。也许在他心里，画不为人，也不为神，只为我见我心。但问题仍未解开，他去了哪？是逃？是被带走？还是如他自己所写，归无所归者？那页的最后一幅不是终点，而是钥匙。它让我们知道，这不只是一个工匠的失踪案，而是一段被埋藏的心愿，一场被隐去的表达，一次不被允许的发生。而那些眼睛还在看着你，像是还没画完的故事，在等你去理解。如果说皮耶梭的画风令人不安，那么更让人疑惑的是他笔下的风格竟然融合了东西方艺术传统中几乎不可能交汇的部分。一个出身边疆小城，从小随师学佛的画工，为何能画出带有希腊雕塑线条感的佛陀？又为何在他的画里，有时菩萨的衣褶像波斯王子的斗篷，有时又像印度古卷中婆罗门神奇的流动腰带？这一切绝不只是巧合。克孜尔地处古丘兹国腹地，是丝绸之路北道的要冲。古籍记载，这里自汉代起就不断有商队进出，货物、人、信仰、风俗全都混杂一起。可到了6世纪中叶，龟兹不再是单纯的商道驿站，它已然变成一个流动美术馆。几乎所有风格的佛像、壁画、装饰艺术都能在这片荒山中找到彼此的影子。走一遭克
克孜尔洞窟，你能看到希腊的优雅肢体、印度的灵动曲线、波斯的奢丽色彩，还有中原的淡雅笔触。皮耶梭正是在这样一个文化熔炉中成长起来的。他的师傅曾是敦煌派来的寻洞画师，年少时曾与一位贵霜高僧同游犍陀罗，在那里见过真正的希腊式佛像。犍陀罗艺术原本就融合了希腊雕塑和佛教题材，讲究肌肉结构、三维立体感。对比之下，中原的佛像更多以平面表达神性之境。他师父曾用3根麻绳教他理解形的力量，一根是线，2根是构图，3根交织就是神。毗耶梭天赋极高，那3根麻绳他不过玩了半月便能画出栩栩如生的转身佛，那佛感觉就像真要从画中走下来了一样。但他并不满足于模仿，在他看来，真正的佛不是某一种民族的形象，也不是任何经文可以完全定义的存在。他曾私下和学徒说，佛不该只有一种脸。这话一传出，在寺中掀起不小波澜，因为按照秋瓷的绘佛传统，佛像要符合9好32相，不容擅改。可他偏不信这规矩。他在一幅讲述佛陀500前世的壁画中，把5个前生佛画成了5种人种，有肤色黝黑、卷发高鼻的贵霜王者，也有眉眼细长、披荆束带的汉地书生，更有面目模糊、仿佛混合多种血统的旅人形象。他说，那是转生的本意，不只是灵魂的轮回，也是形貌的迁移。有僧人指责他乱画，他却不争，只在画中一处极细的位置加了一句梵文：众相非相，是名如来。这是《金刚经》中的句子，意思是一切形象都是假象，真正的佛性不在其外貌。这句经文像是他画风的总纲，谁愿意懂就去懂，不懂者便随他去。而这份不合群的画法，也恰恰是他最被需要的理由。龟兹王室每年都要修缮主洞窟，以显示护法诚心。可面对多民族、多语言的朝贡队伍，传统佛像已无法满足代表性。于是有一次，王府请他为一间接待外宾的洞室绘制壁画。他画了一幅佛游四方图，画中佛陀在雪山、草原、沙漠、海岸之间行走，每一处都与当地景色、人物、服饰相配。他让佛陀变成旅人，也让旅人看到佛陀在自己的模样里。那幅画一出，来访波斯使团惊为天人，连称善哉，并送上琉璃4枚、斯坦1匹，作为异邦赞礼。但正因如此，他的画也被认为太杂，画风中非正统的部分越来越多。有一次，一位朝廷来的高僧观看他的新作时，神情古怪，说他画中的菩萨太像人，不是说人形像，而是神态像，像人类的爱、怜、惊、痛。这对传统教义来说是危险的，因为佛是超脱，若画中之神像有情，那就沾染执著。毗耶梭没回应，只轻声说了一句：若佛无情，那他怎度众生？后来有人开始传言，他的画中藏着某种不佛的意图，比如一幅无畏菩萨图中，菩萨脚边趴着一只小兽，那兽非佛经所载。细查发现，它竟酷似希腊神话中赫拉克勒斯脚边的狮鹫。有高僧认定这是异教入佛，要求将画除名，但监工却护住了这幅画，因为它正是外邦宾客最喜爱的招待图，无法更换。毗耶梭本人对此不言，他在每幅画中藏下蛛丝马迹，有时是一条飘带的图案，像地中海古船；有时是一块岩石的纹理，像波斯纺织图腾。他把世界藏进佛里，
把佛藏进众生里。正因如此，他的话越来越不像教化，更像说话。人们开始说，他其实画的是自己的旅程，是他对佛的追问。他想知道为什么众人苦苦求佛，而佛像始终不语。他想知道佛是否真的存在于今生之中，还是在每一个能悲悯他人的眼神里。他的画让太多人觉得不安，不是因为画不好，而是因为画得太真。看见画时，你会忍不住代入，会想，如果佛像这么看着我，我还能不承认我在逃避什么吗？他画的佛像一面镜子，最后的那幅千眼佛便是这些风格融合的极致体现。那佛像的手臂、肌肉、线条精确到解剖学水平，是希腊式雕刻的影子。那背光的途经法则来自波斯古墓壁画技巧，衣袍的褶纹却又回到印度桑奇塔风格，线条流畅如歌。而整幅画的色调却仍用的是旱地矿石色彩，温润厚重。他用这一幅画汇集了他心中所有可能的佛之模样，不是异化，而是整合。他从不对人解释这些融合背后的原因，但他在一张破旧的纸页上写下过一句话：若佛行万里渡人，我便化万里之行为他立像。这句话后来被一位学徒藏在随身经筒中，直到多年后在别的石窟中才被发现。他在画里走遍了世界，也许真的已经不属于某个地方，于是他消失的时候，没人能断定他去了哪里。他的画走在前面，而人就这样没再回头。如果不是那位来壁画拓图的年轻僧人细心，那串藏在角落的字符或许永远不会被发现。那天，他正专注地在千眼佛边缘勾勒花纹样本，忽然注意到画中一块看似普通的莲台石上，墨迹略深，呈现出微妙的凸起。他轻轻拂去浮尘，竟看到一行极小的梵文字母，笔法精细，字迹紧凑，却不属于任何已知经文。他将这段字符抄回寺中，请高僧解读，却被淡淡回绝，那不是佛经。可他心里却隐隐觉得这不是随意的图写。于是他偷偷请来一位外地来的经师，对方一看神情就变了，这不是完整句，而是一段梵文种子字，像是古时密宗用于加密传讯的暗语。翻译后大致意思是：若吾归无，关莲台下。短短7字，却激起了数百年的疑问。千眼佛画中有3朵莲台石，这是佛祖脚下常见的装饰构件，象征涅槃前的3身合一。但偏偏毗耶娑将它们画得大小不一，角度倾斜，甚至略带阴影，这在佛画构图中极其罕见。此后，许多人开始重新审视这3朵莲台。有人发现其中一朵的轮廓竟可组成一个地形图样，与克孜尔山一侧某处地形极为相似。还有人用木炭临摹后，在其中画出的线条里找出了龟兹古地图上消失的一条密道。更诡异的是，画中佛像掌心那1000只眼，有一只呈闭合状，眼角旁刻着一枚微小符号，形似转经轮。当时并没有人将其当回事，直到一位曾在波斯游历的使者指认，那正是古波斯密教中的光之印，一种用于表示信徒身份的符号，只在极少数隐修图中出现。这个细节把疑团进一步拉向了异教影响的方向。毗耶娑到底想说什么？如果那幅壁画真的是他的遗言，那么这些隐藏其中的细节是否构成了某种线索？一位年轻工匠曾提出大胆设想，整个画面其实是一封加密信，一个通过图像构建、文字点缀、符号组合传递出来的视觉密信，而收信人也许就是未来的某个能懂他的人。
这番猜测一度被看作臆测，可接下来的发现却把这个假说推向了现实。在一幅原本无人重视的边缘壁画中，一尊不起眼的小佛像正对着一处斜墙，而那斜墙竟在阳光照射下，于每年夏至当天投下一道精准光斑，刚好照亮千眼佛右上角一只手的手心，而那手心正是上文提到的光之印所在。这不是巧合，是计算过的。换句话说，只有在夏至阳光的特定角度下，这段线索才能被完整揭示。谁会想到，一个壁画工匠竟懂得利用天文角度与光影投射去隐藏密码，这远远超出了他应有的工匠身份。有人开始猜测，皮耶梭其实另有身份，可能是某个秘密学派的传人，或者是被派来执行某种任务的隐僧。也有另一种说法，更大胆，他根本不是一个人在画，他背后有一个看不见的画室，一个不被记录的工匠群体。他们专门负责那些不能公开的画作，也掌握那些不能说出口的真相。他们把历史藏在壁画里，把声音藏在线条中，把反抗埋在涂色之下。这样的推测虽然听来像传说，但随着千眼佛附近越来越多隐藏细节被揭示，这一切不再显得遥远。比如，有人发现，在壁画边缘绘制的供养人群像中，有一个老者，头戴窄檐帽，神情孤寂。他并未如其他人那般礼拜佛祖，而是侧身看向画外，像是在向某个不存在的观众致意。更有甚者，在他的手中找到了一个小小的工具模型，那是石刻匠才会使用的凿骨，而非普通供奉者可用的器物。这些细节拼凑起来，像是一场没有说明书的拼图。皮耶梭没有说话，但他把答案藏在每一寸墙面、每一条线、每一抹色里。他不与人争，他甚至不为自己辩解，只在画中放下自己的疑问与答案。他用画讲了一句话，而我们花了几百年还未听懂。有一位研究壁画多年的学者曾说，我们常以为佛画是表达敬意，殊不知有些画是匠人在低声呐喊。也许皮耶梭在千眼佛中并不是想证明什么神迹，而是想让后来人知道，他曾在这儿，他有话要说，只是他不被允许说。他把这些话藏成密码，只为某一天有人愿意停下来看。也许他从未真正消失，他只是躲进了壁画中，用千只手为自己筑起最后的庇护，用千只眼守住不被理解的世界。他的离开不是被带走，而是自我封印。那句隐藏的梵文关联台下，并非指某处地点，而是指向一种观看的方式。不看表面，不看宣言，要看那些被掩盖、被忽略、被压抑的角落。于是壁画成了谜语，而谜语的解法就藏在你是否愿意低下头去看的那一刻。老手动人乌苏丽的房间总是透着潮味，一盏油灯、一把铜钥匙和一条小木凳便是他全部家当。他沉默寡言，穿着灰布袍，整日坐在克孜尔千佛洞主窟口，像块石头。没有人知道他多大年纪，也没有人见过他真正发火。白天他负责驱赶无关人员，防止野猫偷进洞内乱爬。夜里他守着那堆旧案卷，一页一页翻读，仿佛在等某段记忆自行醒来。可就是这么一个沉默的老头，在某个冬夜梦中喃喃自语，说出了一串令人起鸡皮疙瘩的话。那晚，一名修复志愿者借宿手动人屋中，凌晨听见他梦中低声说：“他不是走的，他没走，他在画里，他躲起来了。”那声音细而缓慢，重复3次，之后就沉默了，
志愿者吓得整晚没敢合眼。第二天一早便告知管理处。乌苏丽醒来后一无所知，只说昨晚没做梦。但此后他的行为变得不同。原本他每晚巡洞一次，例行查看，现在却开始重复某一个路线，从东南第5窟出发，步数精准，绕过主窟，最后停在一间从未对外开放的封闭小洞前。他不进去，也不开门，只在门前站几息，像在等人回应。最初大家以为他老糊涂，但久而久之，开始有人跟随他路线，想看看他到底在找什么。直到某日，乌苏丽在风沙中跌倒，脑袋磕在石阶上，昏迷3天3夜。醒来第一句话便是别让他走错了。大家以为他在胡言乱语，正欲离开时，他突然握住看护者手，说他怕光，他怕我们看清。那幅画没结束，他画了自己的影子，你们没看见，他画进去了。这句话让本地一位年轻僧人彻夜难眠。他回去翻阅千眼佛壁画，终于注意到一个被忽略的细节。在画面最底部，佛陀脚下的供养人群中，有一个极其模糊的背影，披着工匠常穿的蓝灰色袍，正侧身进入画中左脚。他的轮廓极淡，几乎融入背景，唯有那只提着工具袋的手清晰可见，而袋口一角红线垂下，正是当时高阶工匠独有的织纹。当年画完那幅壁画后，皮耶梭确实未曾正式离开洞区，他没有带走包裹，未带走食物，连一只铜制圆盘也留在屋中，那是工匠外出长途作业时必备的饮水器。他的所有东西都没有移动痕迹，就像从世界上被一只看不见的手轻轻抹去，只剩那幅壁画在墙上凝视。而现在，如果那幅画里真的藏有他的影子，那么这一切是否意味着他以某种方式将自己封存于画中？这不是迷信，也不是隐喻，而是有实际技法支撑的图像式藏匿。早在西域流传的一种密教绘画法中，工匠会将某些元素以极低饱和度、极小比例汇入背景，被称为隐色，专用于传递密意。而皮耶梭显然熟悉这种技法。有传言说，他曾学过活法显影，即用特定矿石颜料，在画面涂抹时，通过角度与光照制造肉眼难辨的次层图。如果他真将自己的形象以隐色藏进画中，那便意味着他在千眼佛中留下了某种自我封印。手动人乌苏丽年轻时便是工匠，只因一次落石事故落下耳疾，从此转为看守。他曾亲手为多幅壁画做清理修复，对涂层配料了如指掌。有一次，他对一位访客低语：“你知道吗？那幅画的白底层不该用珍珠粉，可他用了。珍珠粉是皇家专用矿物白，用于加深视觉亮度，但极难保存，反光强，不适合深层画作。”他说，皮耶梭明知此理，却执意为之。他是想让那部分内容将来能被看见，只是不想现在被发现。更令人震惊的是，有人曾在画作上采样时，意外检测到一种极罕见的颜料混合物——白云母、朱砂粉和海螺壳微粒。这3种材料混合后在长光下不显异样，但在微弱冷光下会反射出类似水印的图案。若皮耶梭掌握此技法，便能真正做到白日看不见，夜灯下现影的效果。这可能正是乌苏丽夜巡路线的原因。他曾在特定时辰、特定角度下看见了画中人。学者们开始回头研究手动人的旧笔记，原来他早年也曾私自记录壁画变化轨迹，多次标记视角偏移处。他的标注点
与现在千眼佛光斑出现点高度吻合。而在他最旧的一本笔记中，有一页被反复圈记，写着“月亮照墙时，他看着我”。这不是疯话，而是一位一生守画之人的低语。从那以后，千眼佛再未被视为单纯的艺术品，人们开始以另一种方式靠近它。它不仅是壁画，它可能是某种通道，一位工匠给后世留下的语音信箱，等待着能理解他寂静语言的人。乌苏利晚年变得更沉默，他不再开口说那人在画里，只每天在那间洞室前停下，双手合十，然后转身离开。他像是在对一个活人告别，也像是在提醒世人，他还在等你们理解他。皮耶梭的影子或许从未走远，他只是找到了一个比世界更安全的地方，藏起了所有不能说出的话。话没完，人没走，手的人一直没松手。在克孜尔石窟那段如河流般缓慢推进的岁月里，师徒关系既是传承的链条，也常是压在年轻画工肩上的隐形枷锁。皮耶梭的师傅名叫赫纳拔，是敦煌派遣来的高级壁画监督工，半生行走在敦煌与龟兹之间，既是绘师，也是协调官。他身材矮小，面孔如刀刻，眼神一如多年未打磨的钢笔尖，锋利而执拗。他带皮耶梭入门，也亲自教他绘制第一幅渡河佛图。当时他对人说，这孩子手只会走路，但后来的裂痕就从那双走得太快的手开始。初期他们配合默契，皮耶梭常能提前理解师傅的构图意图，甚至在细节处理上提出不少精妙补笔建议。赫纳拔虽严厉，却私下称他为半子。两人一同完成的菩提树下讲法图，至今仍被认为是克孜尔洞窟中布局最和谐、色彩最均衡的一幅。那时他们像是两把配对的笔，一粗一细，稳稳交错。裂缝始于一项新的任务，负责为王府定制一幅未来佛应线图，意图宏大，预算充足，但图样却极为保守。佛像必须正面坐姿，双手结印，四周围供养人众，脚下不得生花，面容不许有笑。赫纳拔接受任务后，完全照例推进，认为此类皇家画只求庄重，忌讳出格。而皮耶梭看完草图后皱了眉，说：“这不是未来佛，是过去的影子。”他提出让佛像微转身体，面露温柔，四周众生不再匍匐，而是并肩站立，以示众生皆平等。这建议被师父当场否决。那是他们第一次在众人面前争执。赫纳拔冷冷说：“你忘了自己是画什么的？我们不是画人心，是画戒律。”皮耶梭低声回：“我画的是愿。”这两个字像在空中划了一刀。之后的几个月，两人仍在合作，但气氛已经微妙。皮耶梭开始在细节上自作主张，比如将佛的耳垂拉长半寸，以增加聆听众生象征；比如把背景山形改为龟兹本地地貌，让画面更贴近土地。这些改动虽不为经文，却频频让赫纳拔不悦。有一次，他冷着脸擦去皮耶梭画的一尊飞天，说：“飞得太高，不合礼数。”皮耶梭却反问：“不合谁的礼数？”紧张在一幅度王图中彻底爆发。画中原设定为苦海中，百鬼受苦，佛光照度，但皮耶梭改为一半度一半沉，面向佛光者神情宁静，背对者却仍挣扎痛苦。他想表达的是怨而不得的真实境况，但赫纳拔暴怒，斥他将佛画成无能之相，当场将整张底稿毁掉。此后两人几乎不再说话。
赫那拔只对其他工匠说，他的画太聪明，反而不安稳。而皮耶梭则在夜里独自绘制一系列没有头衔、没有框架的素描图，记录山石之形、人面之态、鸟语之落。他似乎不再在意成画，只在意看见。有一次，一位年轻画工无意中问他：“你为什么不用你师傅的方法？”皮耶梭平静答：“他画的是天上，我画的是眼前。”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外表达他与赫那拔理念上的分歧。他们最后一次同时作画，是在千眼佛前期打稿时。赫那拔原本不参与此画，但因皮耶梭掌笔引发争议，他被安排复审。那日，两人面对空白石壁，沉默良久。赫那拔只说一句：“你画的每一只眼都是不信。”第二天，赫那拔主动调离项目，前往北部小窟，协助修复旧壁，从此再未参与主窟绘制。有人说他是被激怒，也有人说他在那一夜看懂了皮耶梭要画的不是佛，而是不被允许的真相。皮耶梭失踪后，赫那拔沉默3月，无一言评论。直到某日，他悄悄前往千眼佛前，站立良久，回头对随行者说了一句：“这幅画我教不了。”语气中竟是某种承认。那年秋天，他正式辞去监会职位，隐居龟兹北郊一座废弃寺院，只带走一卷皮耶梭早年素描。临别前，他将那卷素描交给寺内一名小僧，只说他画的是未来，现在我们太小。这段师徒情从一开始的扶持到理念分道，画风分裂，话语割断，却没有真正的决裂。他们的裂痕是一场关于信仰与表达边界的争论，是一个旧世界与新思路的摩擦。赫那拔代表系统、规制、稳定，而皮耶梭代表流动、突破、不服从。他们一个想把佛固定下来，另一个想把佛还给人。多年后，有人翻阅克孜尔壁画工坊存档时，在一页题为未归者登记名单中看到一行小字，注解：图未归，师未语。8个字像一记沉钟，敲在所有还在画佛的人心头。两人从未和解，也未交恶，他们只是走在不同的河流上，用同样的笔画出不一样的岸。夜晚的克孜尔石窟像是沉睡的巨兽，山风一吹便能听见它低沉的鼻息。有些人说那是风声，有些人说那是壁画中的佛像在诉说经文，但更多的人宁愿相信那是没走的人，还在回头说话。几乎每个在千佛洞值过夜的守卫、工匠或僧人，都在某个凌晨突然睁开眼，然后听见某种断续的声音从山体深处传来，轻而杂乱，像是远方有无数人同时念着咒，却又都在咬着舌头。最初听到这种声音的人以为是风。克孜尔山风常年从北向南，夜里尤其猛烈。可有些人开始察觉不对，风声再大不会有起伏，不会断句，更不会重复一个名字。一位年轻工匠某晚在洞外守夜，听见有人连续几次轻唤皮耶梭，声音极轻，带着回音。他回头无人，赶紧躲进守卫所，整晚不敢再出门。第二天，他连续发烧3日，口中呢喃的竟也是耶稣耶稣。大家都说他是吓到了，可事情接二连三。巡夜僧人常常说，路灯在风中突然灭掉，在亮起时，仿佛有人刚从那光里穿过。一位年长女供养人曾独自在洞口打坐，睁眼时看见洞内壁画佛像的眼似在朝她弯起眉毛。她说不出恐惧，只感到有人在里面等她。最诡异的是一个负责壁画修复的画师，他独自在洞中用手电检修颜料涂层时，竟看到某一块
未修之处，色泽鲜艳，像是刚被涂上去的。他以为是误修重涂，可查遍记录却找不到任何人登记过那片修补。这种不在档的色块被称为自生色。这种情况若在其他洞窟出现，大多归结为矿物发酵或湿气反光。但在克孜尔，每次自生色出现的位置，恰好总在千眼佛与其衍生壁画附近。有时是佛掌中的一笔红线，有时是观众群像中的一双眼眸，有时是山形背景中多出的一个轮廓，像人影又像倒影。这些细节变化总在夜里被人无意看见，但第二天再找就模糊不清。最让人无法忽视的是一段传了很久的传言。在极端安静的夜晚，如果一个人站在千眼佛前不动，坚持整整一炷香的时间，就能听见一个男人的低语，似乎在说：“我在这儿。”没人能验证这传言，多数人试图坚持到最后，都因寒意、压迫感或某种难以言说的被看见的感觉而放弃。可有一次例外，一位来自敦煌的女经师在克孜尔研学期间尝试了这个实验。她白天便在佛像前观察光影，晚上独自点香而立。据她事后讲述，香燃至尾段时，她确实听到一道若有若无的声音从石壁深处传来，一字一句，很慢很轻，像是长久不被使用的语言刚刚学会发声。她记得那声音说的是“不要改我”4个字，没有上下文，没有语气，像是某种保留、请求，甚至是一种低声的坚持。他没有惊慌，也没有讲故事去包装他的经历。他说，那不是鬼，也不是灵，是一种情绪，被压住太久的情绪。他的这句话让许多听者忽然沉默。或许我们太习惯将一切异常归于鬼神，却忘了石头也会记事，画面也会藏心。除了声音，有时也会有人看到影子，不是鬼影，而是一种动起来的错觉。一位曾在窟中做记录的僧人，某次抬头看千眼佛时，坚称自己看见佛像的左手略微偏了角度。旁人不信，可他画下当时所见手势，次日再比对线图，果然有微差。这让人开始重新思考一个问题：壁画是不是真的只是画在墙上的静物？若是它们曾活动过，动的不是颜料，是我们不曾察觉的某种意识。也有更直接的回应。有位曾常驻洞区的书生，夜里抄经至半，听见敲门声，以为是送使者，开门空无一人。他回到书案时，发现自己摊开的经卷上多了一笔，一句原经文：观心不乱下方，平白多出一行小楷：若心未平，勿窥我眼。他确信自己没写过，也没人能模仿他的笔迹。这类事件越来越多，无法记录，也无从验证，但每一件都像是有什么在试图与人沟通。沟通的语言不是声，不是字，而是存在。那种无法抹去的在这儿的感受，如影随形。学者们将这种现象称作画中回响，并非灵异，而是当一个人长时间沉浸在极具情感浓度的图像前，心里会与之发生微妙共振。这种状态下，大脑会主动补全画面，感知到常人忽略的细节，甚至虚构出某种回应。可问题是，若那回应的内容精确、连贯，甚至带有个人风格，那它还只是幻觉吗？在克孜尔，这样的回响早已不止一例，而那些声音、影子、变色、再现，全都指向一个核心：皮耶梭的作品，不是结束，而是打开了一个从未关闭的通道。他留下的也许不是画，而是一场静默但持续的对话。于是，每个夜晚低语、闪影、颜色变化，
或许都不是异常，而是回应。他没有离开，只是一直在等待有人回应他的回应。那年秋末，一支从萨马尔罕返回长安的西域商队路经克孜尔，他们本是来朝拜千佛洞，顺便在龟兹采购香料与丝绸，却意外为这段谜案投下了一块重石。商队领头人是一位中年胡商，名叫阿富热，言语不多，却带着一本记录详细的商旅日志。他们在千佛洞前驻留了2日，期间一名商队小吏在记录壁画见闻时，低声对阿富热说：“这画中的人我见过。”他指的是千眼佛壁画下方供养人群中的一位侧面男子。那人鼻梁高挺，发髻松散，身披僧衣，却带胡人特征。最显眼的是他的左耳垂带了一小环，这不是佛门常例，而更接近中亚地区贵族习俗。小丽说，他2年前在乌迪城北市口见过一位与此人极相似的画师，在市中卖画为生，名叫耶瑟。名字读音虽不同，却令人不安地接近耶梭。阿富热听后并未轻信，他曾多年穿行于西域各国，深知克孜尔一带神迹众多，传言难辨。但当他亲自入洞观看那幅壁画时，脸色微变。他沉默半晌，只说了一句：“这画中人眉下3痕，与那位乌迪画工一模一样。更奇怪的是，那人画技极高，专擅壁画临摹，却从不落款，不收徒，每画完一幅便悄然离去，如同过客。”这一消息传到龟兹寺中，引起一小阵骚动。当时的寺主不愿公开回应，理由是壁画不可对号入座，但私下却派人前往乌迪查探，结果一无所获。那位耶瑟画工早在数月前便离开，未留任何痕迹。更令人吃惊的是，有人调出当年皮耶梭工坊档案，发现他曾在失踪前极短时间提过乌迪2字。那是一次工匠闲谈，他说乌迪的泥黄比龟兹的更适合描边，没人当回事。可现在看来，或许他早有心思出走。可如果他真是自愿出走，逃离龟兹，为何不携带画具、衣物？为何不带银两、食粮？为何连一声告别都没有？还是说，他当初本就不是独自离开，而是被某人带走？而乌迪只是后来他选择的一个中转身份，这让人联想到当时龟兹城外一座秘密修行所，据说那里曾接收过数名特殊画工，专为王族或密宗法会绘制密像，做完即离，不许留名。而商队带来的另一则消息更令人震惊，阿富热随队还携带了一卷从大夏购得的古画轴，欲献于长安官府，以换通行令。画轴为羊皮所制，画风兼具波斯与印度元素，但画面主角却是典型中原佛像，造型与千眼佛极为相似。阿富热随手展示，众人却在画角发现一个极其细小的签记，是一个倒写的龟字，旁边画着一朵半开的莲。那记号与皮耶梭留下的壁画暗号如出一辙，这种重合几率太小，无法不让人猜测这是否是皮耶梭出走后继续作画的证据，还是他当年其实就参与过更广泛的佛像传播，留下了多个线索，只是我们先看到了千眼佛。有人提出大胆设想，皮耶梭并未失踪，而是被派遣。他或许是某个组织、某个修行体系中的一员。那些无名的壁画其实构成一套分布广泛的图像网络，用于传播某种不被允许的理念。而更隐秘的线索来自阿富热日记。日记中提到一则乌迪传言，当地有一间藏寺，墙上曾绘有佛闭目听众生图，风格与克孜尔高度一致，
却早在10年前就遭到涂抹焚毁。据传是因图中佛面露忧容，被认为不祥。更令人惊异的是，图下供养人中也画有一名侧面画工，披着蓝袍，手执朱笔，神情恍惚，样貌酷似毗耶梭。可惜这幅画已毁，只留下一段口述。但当这信息传回秋瓷后，有修行僧人低声说了一句：“那图或许才是真经。”他没有解释真经之意，但从他神色可以看出，他不是在说文字，而是在说传译。秋瓷寺院终于开始认真对待此事，他们不是要调查毗耶梭的去向，而是担忧他的画风是否已悄然传播至其他壁画系统中。如果是，这就意味着一种新的佛教表达方式正在萌芽，一个不以权力与礼法为中心的图像体系正在形成。而这种图像不依靠佛经文本，而是用形、色、光、影直接与人对话，是看大于读的体系。这对传统结构是极大挑战。于是四方与朝廷开始默契合作，不再追查毗耶梭，而是重新审核各地壁画。任何过于自由、过于人性化的图像都被标注为异风，要求整改。多个小寺画师被召回问话，一些未署名的作品被从主殿撤下，存入禁卷库。而千眼佛被封帘的日期恰好在阿夫热商队离开秋瓷之后的第5天。表面是为保护颜料，实则是一种加引号的降温。但已经有人开始明白，那些壁画中未说完的话早已被某些人听见。那些佛像的眼睛不再只是注视，而是在追问：你看到我了吗？这不是寻找一个人的去处，这是聆听一个画者的意图。他没有高声宣讲，只在壁上悄悄写下：我画你眼中所见。而那位旅途中出现又消失的耶色画工，究竟是不是他本人，也许没人能确认。但他留下的是一种风格，是一种看世界的方式。从那以后，乌迪至秋瓷的商旅路线上多了许多不知名的小图画，有的画在四角，有的藏在驿站墙面，有的仅一掌大小，有的却藏整面墙后。人们不再关心画者是谁，而是开始在画中寻找自己。那或许正是他想留下的。你别说，那幅画中的人我见过。这句话最初只是壁画临摹队一名学生的低语，却在不到2天内传遍整个秋瓷寺区。那天临近黄昏，日头斜照进第17窟，一束光刚好打在千眼佛壁画右侧的供养人群中。那位学生一边比对画稿，一边盯着其中一位背手侧身的男子，突然出神。他说：那不是想象中的形象，那个人他在10日前才在山下市集里遇见过。起初没人在意，直到他翻出速写本，画出他记忆中的那人，轮廓、鬓角、披肩、衣纹与壁画中的供养人竟有8分相似。更诡的是，壁画中的这人站位特别靠边，既不像主供者，也不像普通侍从，像是随意入画，却又自然成为画面重心。他一手抱臂，一手垂落袖内，若有藏物，眼神则略偏不聚焦，好似看着谁，又好似什么也没看。事件传开后，有好事者开始重新检查千眼佛周围的供养群像，竟接连指出数位供养人长相眼熟，其中3位与过往来秋瓷朝拜、短暂驻留又匆匆离去的外来旅人极为相似，包括一名波斯胡商、一位敦煌尼姑和一位从骑兵入境的年轻僧侣。更令人无法否认的是，那些人从未报备画像，却活生生出现在这壁画中。于是有人提出了一个极大胆的说法：毗耶梭在画这幅千眼佛时，不是凭空创造画面，而是借用了现实中出现过的面孔。
他将这些出现在他生命中和路过克孜尔的人们，以供养人的方式一一画入其中。他画的不是虚构，而是记录；不是想象佛国，而是捕捉现实中似佛的片刻。这个观点最初遭到质疑，可当一位熟知人物肖像史的画师指出，画中这些供养人的眼神层次与普通佛画截然不同时，怀疑变成了调查。他说，普通佛画中的供养人是配角，静态、敬畏、无情绪，但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像刚说完一句话，这让人意识到皮耶梭可能有意把现实放进画里，而非按例绘制模板工像。于是接下来的几天，整个秋瓷画坊仿佛被辨人游戏占据，有人拿着旧账册、拜访录、供奉名录，对照壁画，竟接连找到多位高度相似者。甚至有一位画中年轻女子，眉眼酷似已去世多年的一位商人女儿。那商人当年曾赞助壁画施工，但女儿未曾到场。有人怀疑皮耶梭是通过描述画出他，也有人说他早就见过他，却无人知晓。最关键的发现来自一位秋瓷本地老僧，他曾年轻时随王子出访西南，在一间偏僻寺庙遇到一名画师。那人衣着破旧，却带着一支罕见的双纹石墨笔，说是从克孜尔带出。老僧当时记住了他的眉心微痕与略跛的右腿。如今对照千眼佛壁画中左上角的一位长者供者画像，竟惊觉与那人几乎一模一样。更奇的是，那长者供者所站位置恰好在佛光照不到的边角，面色却异常明亮，像是特意反照过来。这说明什么？说明皮耶梭的壁画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象征画，而是某种形式的纪实图录。他不仅记录佛的化身，也记录自己在这条画佛之路上遇到的人。他将那些与他擦肩而过、说过话、留下印象的人一一画入佛国之中，赋予他们一种超越当下的存在，或者说他画的是他的记忆。那这就解释了为何千眼佛如此不同。它不是典型的佛像叙事，不遵循传统的三重空间、五重逻辑，而是以一种我眼中所见的方式编织画面。佛在中央，千眼环绕，而所有供养人不是朝佛顶礼，而是在看着佛，也看着画者自己。那是一种共在的状态，它不是在画佛国，它是在画佛国投影在现实的样子。有人甚至提出，整幅千眼佛其实是一面巨大的回忆图，佛像是他的心像，而所有周边人物都是他旅途中留下的足迹。他未署名，是因为他早已把自己画进去了。他不需要再说我是谁，因为只要你看得懂那幅画，就看得见他。这一理论被更多壁画研究者支持，更有人调出同一时期其他洞窟中类似构图的作品对比分析，发现千眼佛的背景、建筑、地形、样貌、天空层次都有强烈的现实模仿性。比如某一幅背景山形与克孜尔以南一带实地地貌几乎重合，而远景城墙中的一处破塔与秋瓷城东门外旧址同形同像。皮耶梭将这些现实元素暗中嵌入，使整幅壁画成为一幅现实折射的全景图。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他预谋将所有真实带入虚构？他的画不再只是宗教供奉，而是他对现实的理解方式。他让所有遇见的面孔留在这幅画里，也让自己的情感凝固在那一笔一色中。也许这才是他最后的执念。画不是为了神明，而是为了不忘记。当现实无法承载太多记忆，他就把它们一一画进佛光里。那里的时间不会老去，那些人不会再走，而他自己在画中没有画像。他唯一的自我呈现
就是那双从佛像背后微微探出的眼神，像在看，也像在等，像是说我还记得你。这让整幅壁画从供奉变成了告别，从礼仪变成了叙述，而我们也终于在其中看见，不只是佛像的庄严，而是一个人在用画笔挽留生命中那些他不愿放手的瞬间。千佛洞的壁画表面上归寺院所有，实则背后牵连复杂。那些颜色绚烂、构图精巧的佛像，并非单纯出于虔诚之心，而是历代权贵施政、结缘、显德的重要工具。只不过他们的愿望从不写在壁画上，而是藏在命令、金帛与取舍之间。而皮耶梭的失踪亦被怀疑，正与这种权贵的私欲有关。龟兹王族对佛教的崇敬从不吝啬，几代国王接连下旨修建洞窟，供奉大佛，背后既有信仰的诚意，也有王权神授的深意。他们明白，一个王朝若想安定人心，必须借助超越俗世的力量，而佛教恰好能提供这样一套体系。福报、轮回、因果、功德，全是稳定秩序的高级包装。因此，从王宫到寺院，从贵族到僧众，大家表面虔诚，实际各怀算盘。那些出资修建的洞窟，按理说应标明施主姓名、用途、愿文等，但在克孜尔，有些壁画从不公开供奉对象，它们位于边洞、暗洞，甚至部分进入洞内，会有异于主流的菩萨或护法图案。有的菩萨面目严峻，有的佛像姿态过于近人，甚至有一幅金刚断玉图，画中佛陀面色悲怆地割断一条人形红线，手法过于血腥，被后世禁展。这些画通常由寺院直接指派绘师完成，并严格禁止外人临摹。据内部传言，这类特画多由王族私定，意图多种，为王亲祈福，为王妃转世，为征战将士赎罪，甚至也有为某桩掩盖不义之事做福报。画成了一种遮盖现实的手段，用几笔佛光遮住背后贪欲。而毗耶梭曾参与其中，他在失踪前数月曾被密召参与一幅净焰佛图的绘制任务，地点是主洞旁一间并不开放的密室，只有3人知道具体用途。四方给出的图样十分模糊，只说需描绘一尊净焰佛立于火海之上，脚踏五渊，口宣真言。但他在绘制草图时，发现所谓五渊中，一人极像龟兹被流放的大臣，那人曾因反对王府征粮计划被秘密削职为民，次年便暴毙。这引起毗耶梭极大不安，他质问监工：佛不是摄人，而是降人。对方只是冷声道：佛若不能降邪，又如何度世？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正被拿来绘制一种假佛像，不为布道，而为警示、恐吓、维护权势。他曾试图抗议，提出更换构图、删去冤魂之像，但所有改动申请皆被驳回。此后，他不再说话，只按图绘制，却在火海涂色时刻意用极冷的青蓝代替应有的赤焰，使整幅画产生反向效果。那些被佛镇压的人形在冷色之下反显悲悯，而佛陀的金脸则因反差显得格外冷峻。这一变动被监工发现，怒斥他私自破构图，要求重绘，他拒绝。自此，他再未被安排进入密室作画，但他留下的草图中隐约藏有5道点线连接图，被一位修复僧视为反构结构，一种将既有权力秩序图像拆解再现的绘画方式。若属实，那便意味着他早已意识到自己正被利用，试图以视觉手法揭露其中非正义。
与此同时，一桩关于寺院壁画资金去向的流言开始发酵。有人发现，某些洞窟的出资人虽名义为匿名施主，实则是宫中高僧与地方军力合资兴建，意图并非为修缮，而是用于掩盖某场未公开的清剿行动。洞窟中某壁画描绘夜叉转生，画中有多人半人兽，形容狰狞，疑似影射当年流放边疆的义言者。这类画名义上为降魔，实则为灭生。而皮耶梭的部分构图草稿中竟出现这些半人半兽的形体初稿，并附批注：此形似人非魔，应毙。这句话被后人认为是他最后的拒绝。他没有权利说不，但他用画笔表达了不肯。有人推测，正是这些行为引发了某些人的警觉。他的反构图，他的异色处理，他的供养人真实再现，都被视作对权威的挑战。他用一幅幅佛像告诉人们，神性也有人性，这是最不能被允许的。因为一旦神有了人味，人们便会怀疑权威的神圣不可侵犯。于是皮耶梭成了不适合再画的人，但没有人公开罢免他，也没人敢指控他犯戒。他们只是悄无声息地转移了他的位置，收回了他的色料，封存了他的画室。那是一个没有发生的驱逐，他被静静从系统中剥离，不留记录，也不留结尾。他最后的一幅壁画《千眼佛》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已不仅仅是一件艺术品，更像是一封无地址信。他没有说出任何指责，也没有留下文字控诉，他只是把所有真实与虚构、强权与挣扎、信仰与质疑全部画进了那尊不语的佛中，让1000只眼成为1000面镜子，让观者看到他们愿意看见的，也逼着他们看见自己不敢面对的。这就是他与权贵之间的角力。他没有喊口号，没有反抗，只是用一笔一色地问：你看到了吗？而那些看见后选择沉默的人，才是真正被那1000只眼所凝视的。那封信是在一次意外中被发现的。起初，它只是夹在一卷从敦煌寄来的旧画纸中，外层已泛黄，字迹模糊，只有信封上写着2个清晰的大字：私存。原本准备将其归入杂件库，但负责整理的超路僧却被信中开头的一句话镇住了：克孜尔之人亦入梦中。这一句让秋瓷管理僧团瞬间警觉，因为克孜尔不是信的接收地，而是写信者提及的对象。这封信署名智威，据敦煌方回应，是早年敦煌莫高窟第3画坊主绘者之一，一生未出敦煌，却对西域各地壁画技艺了如指掌。他在信中写道：镜梦中屡现千眼之相，其壁如镜，手多而动，其下群像，似在开口。智威在信中描述的壁画细节，竟与克孜尔千眼佛惊人吻合。而那时他尚未接触过任何克孜尔画样，更未亲自造访。于是有人猜测，这不是梦，是他曾在某地见过相似画作，也许是另一幅由皮耶梭绘制的作品。更奇的是，信中不仅提到壁画，还讲到了一位无签名之工。信中写道：曾于画稿中见以人形极孤，不署名，不现身，却笔锋独异，画中藏骨，眼若斯人。寻之诸僧，皆避而不答。智威怀疑这位无名公出自秋瓷，但究竟何人，为何避谈，无人知晓。有人将这段描述与千眼佛的创作者皮耶梭联系在一起，越看越像。随后，一位敦煌画师托人带来一册私藏画稿，封页写着克梦公稿。其中一张画稿描绘一尊佛立于流沙之上，身后千手舒展，手中持各类器物，排列方式与千眼佛如出一辙。但不同的是，
这幅画佛像头戴风帽，足踏行旅，非典型佛形，更像一位远行人。下方数名供养人中有3位形象与千眼佛中群像重合度极高，一位即为背影画工。这说明什么？说明皮耶梭吉可能不仅在克孜尔留下作品，而在敦煌亦有痕迹，只是这些痕迹非主窟作品，而藏于私人画稿、废弃草图之中。它像是一道影子，悄然从一个石窟飘到另一个，以画为舟，以图为语。再往深处探，信中还提及一段被反复绘却从未完工的壁画主题——众生本影。智微写道：这图本为一系列佛变图底稿，但始终缺主像，只剩群像。每画主像，便有笔毁，画者更替3人，无一能完。有画师私语：此画已被他画过，我们只是重复他的梦。这话初听荒唐，但若他指的是皮耶梭，那便合理。或许他的构图、题材乃至色彩思路，在西域之间口耳相传，被后人模仿、敬畏，却难以复制。一位曾任龟兹主画僧的老者回忆，早年曾赴敦煌协助修复3层阁壁画，当地画坊中流传一个不会署名的画工传说，说他能一夜画完300供养人，能从眼神中推演生死业报，但他从不留下真名，只在画边小处留一枚龟字。这一描述几乎与千眼佛壁画所藏符号完全一致。于是越来越多的痕迹串联起来，皮耶梭不是失踪，而是开始了一段行走的绘画旅程。他或被派遣，或主动游走，在西域数地留下自己未尽的图画与思想，只不过方式不是公开，不是高呼，而是将自己藏进画中，让人慢慢发现。这封信的最后写着一句话：彼人似已成影，愿后人不以色取义，不以相定佛。这句话重重落在每一位看到信的人心上。我们太习惯以形定性，以相评义，却忘了画并非真佛，只是某人曾经心念的倒影，而那位已成影的人，也许正是用无声的方式，在不同石壁间留下自己的观。更重要的是，这封信揭示出皮耶梭并非个案，敦煌、克孜尔、吐鲁番等地都有类似他风格的零星壁画，说明他影响深远，不是一时冲动，而是一场悄无声息的壁画革命。他不需要喊话，因为他的线条已经说得够多。也许这正是他从不落款的理由。他不是为让世人记住谁画了，而是要我们记住他画了什么。名字会被忘，题记会被磨，但画中的那份真诚，那份挣扎，那份不被允许表达的情感，会永远在石头里呼吸。而我们能不能听懂那封信中最后的提醒？不要再用条条框框名册身份去定义一个画者，他的存在方式就是在不断超出既有的过程里被藏、被掩、被看见。千眼佛未完，行者未归，而这封跨越千里的书信，像是一道从西边吹来的风，带着旧址的味道与不愿沉睡的叙述，悄悄打开了一扇新的门。克孜尔以南30里外有一片废弃沙丘，风一吹，沙沙作响，有时像人在清唱。多年以前，那是王族僧侣修行的境地，如今只余断垣残壁与几尊风石佛像。就在那片沙中，一名牧羊少年在某年夏末拾到一块断裂琴板，上头残留微弱漆痕，似是古琴遗物。他不识字，只觉奇怪，便带回村里交给一位老抄经师。谁知这老者一看便怔住，说这琴板非寻常物，其下端竟雕有图文，文中藏字，隐约可辨。归无所归者，降人辞。消息传回龟兹，有学者循线前往勘察，
确认那块琴板确为古时工匠作业时所用画前名琴之一。此种琴非为演奏，而是用以静心、集思、诵怨，常置于画工闭关、绘图期间，形制短小，音域窄，唯求心定。最早的记录来自西域修会手卷中，称其为逸琴。画工以此自律，常在深夜或晨昏弹奏书音，以清神去杂，故琴上所刻名多为私语、怨词、断句。而这一块残琴上的归无所归者，毫无疑问地指向了那个名字早已从卷册中抹除的画者毗耶梭。琴身残裂，但琴盒却被完好保存。学者们清理后，在盒内夹层中发现一张极旧的麻纸，上头未有绘画，只用极淡者墨写了一首短诗：一笔渡河，一线关心，千面佛下，谁听我音？身无所往，画便是路。若此手指，愿此生存。这首诗被后人称为匠人之歌，它没有高调激昂，没有悲怆咆哮，只有一种清冷而诚实的交代。毗耶梭并不觉得自己壮烈，也不认为自己是叛逆者，他只是将自己对世界的感知，那无法言说的沉默，那无人诉说的眼神，全都写进了线条里。线条是他的语言，颜色是他的情绪，而壁画则成了他愿望得以安放的唯一地方。琴盒的发掘地点附近，还散落着几块颜料残片与一张粗糙画稿残页，残页上隐约能看出一尊佛像下方拥簇一群披发僧侣，他们不跪不拜，而是围坐抬头聆听佛言。佛陀却合眼不言，手持画笔，正对着他们作画。整个画面颠覆了传统构图，不是佛度众生，而是佛在描摹众生，仿佛整个世界本就是他的画布。这幅残稿无题无记，却让不少研究者相信它可能是毗耶梭晚年的构想蓝图，一幅反转壁画。不再是众生向佛祈愿，而是佛从人间获取经验；不再是人学佛的形象，而是佛在寻找人之相。这理念近乎异端，却也深刻的让人无法否认其美。它让人看到，也许佛性并不在神之上，而在人之中，而这恰是毗耶梭始终不肯说破的画心。他不反对佛，他只是更相信佛在人的生活、情感、挣扎与失败中。佛不是对所有痛苦的答案，而是陪你一起走完问题的同路人。后来人将这首匠人之歌整理并拓印在克孜尔寺外一块石碑背面，无署名，只题画中人语。朝拜者往往看完正碑后，才会偶然转至背面，看到那些被风吹拂得以斑驳的诗句，才会恍然察觉，这不是谁给佛写的诗，而是某个被佛忘记的人在写给自己的答复。更有僧人回忆，在某次壁画临摹间隙，他曾用闭眼之法临摹千眼佛之掌中纹路，竟不小心在描绘第63只手眼时落泪。他说那不是情绪，而是手指带着心。那一笔画下去，仿佛听见有人在墙后轻声说：“还好你来了。”我们不能确定这是否是幻觉，也无法证明那琴与诗确属毗耶梭本人之物，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那些痕迹存在过，那份被拦腰打断的情感，曾有过挣扎的呼声。正如那残琴，虽已无音，却仍存回响。你无法弹出完整旋律，但你知道，曾有人在这里弹过，为了自己，也为了不让某些声音彻底沉默。从此，克孜尔不再只是壁画之地，更是一个承载未尽话语的沉默石窟。
他用颜色说话，用剥落记录历史，用一块无声的断琴，让我们听见一个失声者在1000年前轻轻地说了一句：画就是我留下的歌。夜终于来到了终点，克孜尔的千佛洞在沉默了1000年之后，那幅千眼佛也像终于等到了懂他的人。而所有绕着这幅画、这位画者、这场失踪的谜团走了一圈又一圈的人，终于回到了最初的那个问题：那一夜到底发生了什么？皮耶梭为什么会在壁画完工前一夜悄然消失在众目睽睽之下？是被带走，是遁入空门，还是他早已提前写好了自己的谢幕，只待时辰一到便合卷离场？整理所有已知线索，他留下了归无所归的字句。他在画中藏入自己的影子，他预设了光照线索、图像密码、图层重叠，还有那幅未署名却最完整的千眼佛。再加上后来出现的诗句、琴板、草图、信函，一切仿佛不是仓促逃离，更像是一步步有序铺排的离开。他不想被人看见他走，而是希望人们从画中慢慢读出他已经走了。据一位修复僧人描述，在他最后一次为千眼佛壁画进行清晨工作时，他站在画前，手中刷未动，忽然意识到整幅壁画其实不再看人，而是在被看。每一只手，每一只眼，每一个站在佛像脚下的供养人，仿佛都在等待一个答案。谁能理解这幅画之所以存在，是为了谁？是为了功德，为了信仰，还是只是为了不让某个工匠在世界上连一声回应都没有？当我们把千眼佛作为入口，走进这幅画，走进皮耶梭的画笔，再绕回他那夜的失踪，才会突然明白，他没有消失，他只是决定把最后一幅画进一个没有出口的门里。他关上门，但没有锁。他知道，总会有人，哪怕隔了100年，会顺着那门的缝隙看进来，看见他留下的一切。最后有一件事，很少人知道，在千眼佛画面右下角的供养群像中，有一名儿童供者，神情稚嫩，抬头望佛，嘴角上扬，像刚听见一则温柔的故事。而在他身后，是一名戴斗笠的男子，手持画卷，站姿松弛，神情平静。他是画中唯一一个不看佛、不看众生，而是在望着画外，望着我们。有人说，那就是他。如果真是他，那便不只是画工留下的影子，而是他在最后告诉我们：我不是在佛里，不是在谁的庇佑下，我只是在画，你看着我。如此一来，这场失踪不再是谜案，而是一场静默的自我移居。他将自己从世界撤回，藏进了线条、颜色与目光之间。他不愿为权贵画一尊他们满意的佛，也不愿为制度留下一个工匠的编号。他只想为自己，为那些和他一样的归无所归者，画一尊眼中含情、掌心藏愿的佛。这一夜，他走出画室，没有人看见他离开。也许他去了山后废寺，去了沙中静处，或者只是静静地坐在某幅画前，看了一整晚，然后起身，将自己画进了最后一支烟。千眼佛自此风帘，不再对外展出。官方理由是颜料老化，需永久保养，但懂的人知道，它不需要保养，它只需要沉默。而那1000只眼，也会在每一个还愿意聆听的夜里，轻轻睁开一只，对你说：还好，你来了。夜真的安静下来了，故事讲完了，你还醒着吗？也许你早已进入梦中，在那幅壁画前徘徊，看见佛像千眼含笑，风穿过石窟，吹动你衣角。那位名叫皮耶梭的画工正坐在角落，微笑着，
手中拿着笔，眼中有光。他不说话，只是看你一眼，像是确认你终于听见他了。此刻就慢慢睡吧，把这些话、这些人、这些不被说出口的愿望都藏进梦里。那里没有戒律，没有名字，只有线条缓缓流转，像一条河，带你穿越千年，归于安宁。